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Nancy。最近呢，朋友们问我，是不是现在德州啊有一个法案，那我们华人是不是还能买房，然后还能建厂？那我今天呢，用几分钟的时间给朋友们，因为我是亲身经历啊，然后咱们探讨一下这个事情，它 HB17 它到底是什么？然后呢，我们还能不能买房？然后买房建厂，另外这个法案会带来什么影响？我主要讲5个方面。第一点呢，就是 HB17是什么？然后第二点呢，我要说一下，就是为什么这种法案，我大概讲一下这种议会法案，为什么这种法案总会发生。然后第三点呢，就是为什么我要参与。然后第四点呢，就是咱们德州的华人已经做了什么。然后最后一点就是你能做什么。我们先说一下 HB17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，会影响到谁？那这个法案呢，表面上是以国家安全为名，然后呢，它实际上会限制包括中国在内，另外还有3个国家的公民还有公司在德州买地建厂，甚至是买房都不可以。这影响到具体的谁呢？就是企业不用说了啊，然后F1、H1就是等于学生签证、工作签证都不可以在德州买房了。如果这个法案通过，那其实呢，它打着国家安全的名义，在2021年，德州已经通过一个法案，就是它叫SB2116。其实那个法案呢，它就是保证德州就是孤星，他当时说孤星州啊，德州的基础设施附近，外国的企业是不能够购买土地的，实际上已经有了保护，所以这个以打着国家安全名义提出来，其实就是多此一举。那这样的话，如果要是刚才说的这些都不能，买房，其实我们一会儿再说啊，它的修改法案实际上比那个还恶劣，它甚至是不允许租房。你像重要的基础设施都包括什么呢？机场，然后甚至是输油管道。那我们比如说举个例子啊，达拉斯它有3个机场，主要机场。那这3个机场呢，实际上就把整个达拉斯我们主要居住的区全都覆盖了。所以这个影响还是蛮大的。然后如果要是这些后续的F1、H1啊什么的，他们都不能在这边买房子，然后有些甚至是一开始说租房都不可以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德州的华人就会慢慢的没有了，就是不会再有新鲜血液了。这其实影响很大的，就是很大程度上的压缩我们的生存空间。而且这只是第一步，你不知道它如果这个法案这么轻易的通过了，以后会不会有进一步的压制我们的生存空间。第二点呢，就是他们的议会机制，然后这种法案为什么总发生？那首先说一下，这些议员呢，他们每年你猜拿多少钱？就7000多的美金啊，一年啊。所以说，如果要是做议员，他要不然就是很有抱负，要不然他就是有利益驱使，否则的话，他绝对不会是为这点工资就是微不足道的。那这些议员呢，每2年开一次会，开一次会呢是140来天。那他这140来天干嘛呢？就是不停的提案，就是提各种提案，然后呢不停的通过，然后各种提案，每年会有几千，就是这一次开会会有几千个提案提出来。那你觉得这些议员有时间每一个都看过来吗？不太可能。2年前那次 SB147当时提出来之后，最后被我们拖黄了，但是呢，消停了2年，这不又开会了吗？就又卷土重来了。然后呢，其实换汤不换药是一个逻辑，所以你就知道，呃，这个提案是怎么又来了啊？对于他们议员啊，你想想上班这更像是 KPI，但是因为他的 KPI，他就不停的提出来这些法案，然后呢，我们普通人都有各自的生活，一不留神，这些提案就通过了。但是呢，如果要碰见对我们伤害很大的提案，有可能就是你不知不觉的就让这个事情发生了。这就是我觉得佛罗里达现在就在这个阶段，2年前我们成功了，他们失败了，所以他们现在在请人打官司，为了这个事情。那我们不希望走到那一步。下面说一下我为什么要参与啊？我本来啊不是一个对政治特别热衷的人，但是呢，偶然的机会2年前参加了那上次的SB147，然后比较幸运的是我女儿当时代表2代
在达拉斯downtown 发言，然后抗议这个 SB147。那这个事儿过去了呢，我们就每个人都回到各自的生活。可是呢，就有几个组织者，他们其实也是志愿者，他们一直在关注这个事情的发展。那2年之后呢，当我再次就是这个消息又再次出来的时候，我发现我们都走了，但实际上那几个志愿者还在。然后是真的是应该说是我被他们几个志愿者的那种执着感召了。当他们需要有人的时候，我不希望就是他们的努力，然后没有足够的人来支持，那我就相当于出一小份力吧。下面说一下咱们华人，整个德州华人都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了。当知道这件事儿之后呢，首先3地华人联合举行了一个游行，就是3月30号那天，达拉斯、Houston 还有 Austin， 然后我们同时在下午2点的时候举行了一个彼此呼应的游行。那达拉斯的呢是在 Z-Town 的门口，当时呢也是有几百人啊。然后我会发一些图片。那之后呢就是4月2号，这是很重要的 hearing。那我呢比较深度参与也是从4月2号开始的，因为当时咱们达拉斯包了几辆车去，有20几个人，所以我看到筹备者就是志愿者他们在张罗这个事儿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一定要帮他们，不能让这个人家包好了车空着去奥斯汀怎么好。所以当时那天从 Houston、达拉斯还有 San Antonio， 再包括奥斯汀本地的，我们一共有100几个零几位华人呢，在奥斯汀当时在听证会上做了 testimony。我之前可能发过一些视频什么的，就是那天早晨我们达拉斯的是从5点半在Z-Town门口出发。然后我们到奥斯汀，实际上一直是等到下午6点半左右，才真正开始我们那个就是 HB17 的 hearing， 然后 testimony。之前呢，但是我们因为还是经验不足，就是很怕叫的我名字错过，是在那真等了很久。不过最后呢，还好我听着志愿者说，你们应该有时间去走访一下，所以我还是就是4月2号那天在做 testimony， 就是听证做证言之前，我还是走访了当时10几个我们达拉斯的议员在奥斯汀首府的。然后呢，这是4月2号，然后4月2号之后呢，这是听证那个听证完了，因为我们有听证，所以当天本来他那个修改版已经是限制就是重要的基地重要的设施10 mile 以内甚至不能租房，但是在那天他们没有真正把这个提出来说要等着，就是他们要继续修改。那这之后呢，就是继续各种打电话，然后我们经常要贴一些希望大伙儿参与进来打电话。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4月15号，然后就开始就是在州府门前拉条幅，然后呢相当于值班一样，然后就在他们上下班的时间让他们看到我们对这个歧视法案的不满。然后另外呢我们就是排班去议员办公室走访。我们走访的时候就其实很吃惊的发现，很多议员他们并不知道这个法案的详情，只是大概说这就是为了国家安全，所以他们根本就不清楚以前还有一个法案已经存在，然后这个法案其实是 overprotection， 他们很多事情都不知道，那就打算投赞成票。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草率。那我们的走访呢也是很有意义的。你像我4月15号那天，我和达拉斯的另外2位朋友，然后一起就是我们包了一辆车到奥斯汀，就那一整天，再加上奥斯汀的几位朋友呢，我们一共走访了40几个议员。然后我们就希望通过这种不停的走访，让他们真正意识到这个法案对我们的利益的影响，然后还有对整个德州经济的影响。所以这是目前的情况，给大伙分享一下。那下面一个呢，就是咱们就是看到我这个视频的华人朋友，你可以做什么？特别是我希望帮着把我这个视频转给，尤其是咱们德州的华人就是如果你有时间，可以中午牺牲一点中午的时间打个电话，然后我可以提供这个电话的list， 然后你就说你反对这个法案，这是一个歧视法案就行，你不需要说很多。然后你在打电话的时候，实际上呢你英语不好也没有关系。还有他们其实一般来讲也不记真名，我觉得我打了这么多电话，只有一次有一个人问我姓什么，然后问我要了电话，然后偶尔几个人呢他会要我的 zip code， 然后其他的时候呢就是他并没有说，因为他们就是一个接线员来记一下这个事情，他只是把你要表达的事情记清楚就行。
当然了，你要再有时间，欢迎加入我们奥斯汀的走访团，因为我们还有时间。我们希望的是这个法案呢，就是今年的议会季是到5月底，我们希望把这个法案给它拖黄，让我们德州继续成为就是我们华人移民的一个非常友好的地方，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企业。所以我希望朋友们不只是给我点赞，要转发，然后尽量转发给你的德州的朋友。其实要是能转给其他族也行，不过我说的是中文啊，我会下面放上英文的那个subtitle。行了，我希望朋友们，咱们不只是因为就是我们在美国，然后现在德州发生这种事情，我们不希望这个事情真正的到了法案那个阶段，那样的话我们就太艰难了。所以为了我们华人的权益，然后为了我们的下一代能有更好的生存空间在德州，然后为了我们天天吃喝的餐馆能够有新移民，然后我们继续有这种很正宗的中餐烧烤，然后火锅能够持续下去，朋友们打电话吧，然后或者是加入我们吧，咱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成功做到底。我再补充一句啊，就是其实我们是不孤单的，还有就是咱们说美国人吧，就是相当于白人，我们非常活跃的一位就是在 Plano 的，他呢说了一句话，就是他一直在非常的使劲的推动这个事情，就是包括我们跟议员约谈啊什么的，很多都是他在推动的。那他就是一个普通的销售人员，然后他当时说了一句话，我挺感动的。他说我们这个事情，他说我退出只有2个可能，一个是我们成功了，还有一个是 I die，真的是很感动。希望大伙儿把这个分享出去，谢谢。